各位網友，大家好啊！玩書走天涯，走進歷史，走出現實。今天跟大家匯報一下玩書這個從0到100萬美金這個賺錢系列啊。總要隔段時間跟大家匯報一下我這個賺錢啊，如何從0到100萬美金。現在目前大概2萬美金左右啊。談到賺錢呢，玩書原來在中國原來做管理諮詢行業啊。管理諮詢行業後來因為疫情呢就夭折了啊。原來做的還可以，你像我們做管理諮詢行業，做一個單子100萬人民幣是吧？那也就3個月可以搞完了，就幾個老師是吧？付點差旅費啊，還是比較賺錢這個行業。管理諮詢嘛，大家知道啊，就是動動嘴皮子，這個動動腦瓜子。搞出一些管理模式、經營模式是吧？賺錢模式、服務模式是吧？讓大家照着模式往裡面套，那基本上就可以搞成了啊。當然，我原來做銀行行業了，這個後來這個中國現在目前經濟不行，他這個銀行的大部分時間都在收這個不良貸款啊，也沒心思整業績了，也不需要業績了啊。所以呢，玩書現在失業呢想賺點錢，怎麼樣從0到100萬美金呢？就談到賺錢這個話題。是吧？那麼賺錢話題呢，玩書有個想法，就是研究這個成功的模式啊。比方說這個巴菲特成功者是吧？他能投資賺錢，那我們研究他的模式。所以呢，玩書也曾經研究了巴菲特的模式，現在又找了一個新的模式，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好吧？那麼分2段講。首先是巴菲特的模式。巴菲特模式呢，巴菲特理論思想呢，來自於他的老師啊，猶太人本傑明·格雷厄姆。他出了本書叫價值分析是吧？價值投資吧，如何選擇價值股？那麼本傑明的方法就是呢，要找到这個一個企業或者股票的一個就內在價值，他把那個股票等同企業，就是企業分析。所謂股票分析就是企業分析啊，你不要說分析股票那個什麼上下漲跌那個沒用啊。那個市場先生往往是錯誤的，就市場的情緒化波動啊，對一個理性投資人來講，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當他跌的時候敢買嘛，對不對？你不要跟着他上下起伏自己的小心臟，那每天都累死是吧？這是他的很重要的理論啊，就把這個股票當成企業分析。那麼企業分析呢，不外就是財務分析呢，是吧？各種報表啊，是吧？三個表啊，現金流量表啊，資產負債表啊，利潤表，是吧？怎麼分析一個企業是不是好企業，有沒有價值？這是這個本傑明的這個基礎理論的。當然它還有安全空間，就是呢，就是折扣價買呀，比方說100塊錢股票50塊錢以下買呀，對吧？100塊錢股票我100塊錢買，不是這個平價哪賺錢呢？對不對？這個理論巴菲特學會了，但是巴菲特呢後來把它升華了一下，就什麼這個理論呢，後來有個叫費希爾的，就說這個有點像這個煙蒂理論。就煙頭，就是這個企業有價值，這個煙頭抽了這個還有小半截，你抽不抽？這還有價值。你買進去之後，這抽了小半截，你也賺不到錢呢啊！像巴菲特開始買他那個伯克希爾公司，原來這個紡織企業，是吧？當時買紡織企業的時候呢，那個企業的產值1年產值跟 IBM 公司一樣的。後來巴菲特自己就想，這個當時還不如買那個 IBM 呢，是吧？買了那個伯克希爾，這個哎呀，是吧？這個相當於這個是吸了個煙蒂頭啊，那個新不新臭不臭也沒掙錢啊。作為反思，所以呢，費希爾搞了一個什麼呢？叫如何選擇成長股，就是寧願以一個比較合理的價格買一個好公司，也不要以一個便宜價格買個平庸的公司。說白了，那這個理論我覺得非常好。確實要買個偉大的公司，是吧？所以玩書不是這個去年啊，就入股了這個谷歌了啊。當然這個阿貝爾也買了谷歌了啊。好，我們就談到這個理論啊。然後呢，這個巴菲特後來一個芒格合夥了。芒格呢，這個思想也蠻好。芒格就是要理性思想，改於重倉股。一生盡量少做選擇，一旦就是做就要做對，改於重倉。不要搞這個平均主義，是吧？什麼是靠理性，就盡量不犯錯誤啊，也不要做多少聰明的決策，只是不犯錯誤決策少做。我覺得這個芒格，別看這個思想蠻重要啊，尤其在投資領域裡面，因為投資嘛，大家每天面臨這個股市漲跌，總像買進啊、買出啊，是吧？這個是你只要做，就往往就做錯了。是這樣的，玩書也過去也是這個教訓慘重啊、深刻啊，做了很多次都做錯了，是吧？不該做的。
所以學巴菲特說起來容易，是做起來真他媽難的啊！所以呢，我覺得對巴菲特的思想的反复的研究啊，你看巴菲特提什麼呢？就是他用那個資產配置，就是我们就你不会做的話，就資產配置啊，股票配一點，股票基金配一點，債券基金配一點，現金配一點，什麼是黃金配一點？哎，這今天這黃金漲得凶啊，是吧？哎，但是有時候他的10年黃金不如鐵，把你套得牢牢的啊。做配置，所以呢，巴菲特從本上講是一個資產配置大師啊，大師成功的啊，他這個長期的理性的思考啊，跟機器人似的，那這個一般人是真難超過他，他人性方面那一般人很難超過啊。但是呢，給我們一個小股民啊，這個小散戶啊，還有一些啟發，就是呢，我們這個小散戶只要理論上面理論模式跟他們接近的話，我估計未來啊。超過它還有可能，為什麼呢？因為我們資金少啊，對不對？王叔現在拿出來資金不到50萬美金啊，這個小資金池2萬美金，對不對？能不能早點過100萬、過1000萬，對吧？這個我們小資金呢，這個船小的挑頭比較快，他船大他的不好，他要抓大標的，我們抓小標的就夠了。所以隨時可以挑頭啊，這一點有優勢，所以每年掙個40-50%還是有可能的，我覺得啊，要往這個方向努力，否則王叔這個從0到100萬美金，這個是猴年馬月的，是不是？所以呢，這是我跟大家分享王叔在這個巴菲特這一套啊，他們這套這個幫派體系裡面啊，從這個格雷厄姆本傑明格雷厄姆到這個費希爾，到查理芒格，到這個巴菲特啊，這套體系啊，來交流。現在我又發現另一個模式，叫什麼模式呢？叫這個 paper 黑幫模式。那個 paper 什麼意思 ？paper 就是那個中文叫被保了，就是那個就是 PAL， 就是那個原來是在這個亞馬遜上面做這個支付交易的啊，這個公司啊。這個美國股市代碼是納斯達克是 PYPL 是吧？這個被保黑幫是什麼意思呢？就是這個創辦人呢叫彼得蒂爾，這個家伙也有思想，我就覺得很有思想。他這個後來你看，只要是硅谷做的比較成功的，都是這幫人做的。你看後來這個包括這個馬斯克，埃隆馬斯克啊，他的幾家公司，還有這個霍夫曼的領英。霍夫曼的這個愛彼迎啊，加上這個彼得蒂爾他自己親自辦的啊，這個跟美國國防部搞的這個帕蘭提爾啊，這個公司是吧，都是他們這一幫來搞的。那麼這一幫他們搞的公司有什麼特點呢？那麼今天呢，王叔呢跟大家分享幾分鐘啊，未來王叔想啊，未來他們这家伙投資公司，王叔要有相當注意啊，比方說這個彼得蒂爾啊，有個很重要的一個理論啊，就是什麼呢？就是他說這個你做商業是吧，創辦一個企業，那麼這個市場呢有 X 這麼大，是吧？對，你當然你市場太小了，你可能是吧，你做的沒發展前途，對不對？但是呢，關鍵在於另外還有一個 Y 變呢，就是你這個 X 企業 ，X 是個市場規模，你能占這個 Y 是你能占有的比例 ，X 是這個市場 ，Y 是你占有的比例 ，Y 你占有的比例太低可能也不行，是吧？太高的是壟斷，對，就是垄斷，不是壟斷和你壟斷，你像谷歌是吧？你美國政府要樹立反壟斷，要把你拆分，那你也麻煩。所以呢，谷歌的這個家伙就很聰明，你看。在2012年這個市場，你看這個彼得蒂爾在一個課堂上啊，在那個斯坦福大學課堂上講的這個案例啊，就是在2012年，這個美國的航空業呢，它有1900億的市場，你看起來很大，但是航空業的平均利潤呢只有 0.2%啊，幾乎就相當於0吶，就是賺不了錢。就這個公司看到市場很大，你市場份額也大，你掙不了錢也沒用。它的利潤也很少。相反，谷歌呢，你看它這個市場，它只有這個500億的市場啊，在2012年，但它的利潤率有 20%。然後它的這個目前的市場化的這個份額是多少呢？是吧？
將近2000億這個將近這個4000億的市場，是吧？4000億的市场，那麼明顯的比它大，它的利潤率又比它大這個100倍。所以谷歌的公司你看起來好像只是個搜索引擎啊，并且谷歌還把它自己描述的不是搜索引擎啊，谷歌還蠻會說它，我們又是廣告生意啊，就是廣告市場，它也做了一些嘛，是吧？哎，我們又是 IT 行業，又是技術市場，技術上有那麼多公司，我們要競爭啊，是吧？哎，他把他的搜索這個引擎這塊的輕描淡寫，是他這個搜索引擎入口這塊太厲害了。那這個未來它這個不可限量，這是玩叔為什麼敢於重倉第一重倉股持有谷歌的道理。它的市场實際上是非常大，并且它穩穩的佔據了這個入口第一，哪怕你有 AI 技術，對吧？所以去年下半年這個谷歌又推出來 Gemini 是吧 3.0 了是吧？所以這個更厲害了啊！就說在 AI 行業又顛覆了，那 ChatGPT 現在又慌神了，對吧？埃隆·馬斯克又慌神了，對不對？好，我們話還是說回來啊，還是講一下這個彼得蒂尔這個 PayPal 黑幫是怎麼回事啊？這個 PayPal 黑幫啊，實際上硅谷的成功啊，基本上是由一家公司、一個天才、一個風口造成的。如果我們把這個時間線拉長，就會發現一個非常奇怪的一個現象。那麼什麼現象呢？就是過去20年，那麼硅谷最重要的一批公司，它背後反復出現了一小撮人，哎，你把它叫做黑幫也好，哎，就跟意大利的黑手党一樣的黑幫，就老他們一幫人，哎，他們啊，這個原來最先開始一家公司出來的。哎，哪家公司叫做我们常说的 PayPal 啊？這家公司解散之後，他們又各自的這幾個頭夥啊、頭領啊，又佔領了每個這個時代的一個關鍵節點。那麼這一群人呢，剛才我還是講過了，就叫 PayPal 黑幫啊，很有名啊，在這個硅谷啊，那個是名聲鵲起。他的打頭者就是黑幫領袖，就是這位彼得蒂爾。那我們首先再來看看那個 PayPal 公司到底是幹什麼，它為什麼這麼重要呢？是吧？沒有 PayPal 那幫黑幫，他們成不了氣候，他們是小玩鬧。那麼 PayPal 本身呢，它並不是一家看起來能夠改變世界的公司，看起來你看的真他媽的不起眼，不就這個支付嘛，是吧？它做的什麼呢？網上轉賬，電子支付。當年那個eBay買家之間你要轉賬啊，那個尤其你沒有信用的話，那是很麻煩，是吧？現在大家知道用電子郵件可以轉賬，現在知道那個時候他那個電子郵件可以轉賬啊，不知道。所以呢 ，PayPal 就搞這個技術，最後被eBay收購了，他們賺了第一筆錢，哈哈，照理說這第一筆錢就是大概有10億美金吧，我記不得了啊，企業家啊，包括這個埃隆·馬斯克，包括彼得蒂爾，包括霍夫曼。沒有這個 PayPal 的這個第一筆錢，他們起不了家。你沒有初始資金嘛，是吧？沒有幾個億，你像王叔現在嘛的什麼幾十萬小玩鬧沒用啊，是吧？咱們小人物怎麼學習他們好的思想啊？那麼學習彼得蒂爾的什麼思想呢？就是說這群這個 PayPal 這個黑幫裡面，他有個精神領袖，那就是這個彼得蒂爾啊。這個家伙呢，這個很年輕啊。但是人不可貌相，這個財不可斗量啊！這個你也不能看他年輕，對吧？你不要說巴菲特媽80-90歲，那有經驗，說老中醫，對吧？那他有句話很經典，就是說競爭是失敗者的遊戲，就是他不會當失敗者。他們當年在 PayPal 內部啊，形成幾條高度一致的共識，就是第一個，不做同質化競爭，不靠規模來消耗對手，要麼形成壟斷，要麼不做。寧願小市場他做100%，也不做大市場的5%。就像剛才王說的，你這個航空業那麼大，就每個國家都做，是吧？那你能做多少呢？是不是？所以競爭也很殘酷。所以彼得蒂爾後來寫本書《從0到1》，因為現在王叔現在想，咱們怎麼從我這個0到1啊？從我現在相當於這個從000萬啊，到成100萬，是吧？這個我也要學他啊。他的思想上你們學一學啊，
他們後來有哪些人幹成事兒呢？一个就是这个埃隆·馬斯克啊，他在那個 PayPal 合併前呢是 XCOM 的一個創始人啊，現在 XCOM 現在變成了這個推特的名字了啊，那個時候叫 XCOM 啊。後來啊，馬斯克大家知道啊，搞了特斯拉電動車，搞了 SpaceX 航天技術，還搞了 Neuralink 啊，這個是搞新能源這塊的啊，搞能源這塊的啊。所以這個埃隆·馬斯克啊，他壓住了他幾乎所有人都認為不可能成功的地方，硬科技、航天，是吧？哎，他壓住的地方都你覺得很難的，搞不成的，他搞成了。哎，這幫人有這個狠。哎，這是大家知道這個埃隆·馬斯克，但是的思想都來自於這個彼得·蒂爾。第二個人就是李德·霍夫曼。李德·霍夫曼呢，曾經也是這個 PayPal 的這個高管。董事，後來呢，他辦了這個領英，專門做這個職業社交的啊，就是領英找工作的，哎，領英，哎，這個也是很厲害。他開始做那個叫做 Greylock 的一個合夥人啊，開始沒做起來，後來做領英做成了。他的特點是把這個關係網絡本身做成壟斷。你看，所以他們這幫人有點點石成金的味道。這個思想一旦消化之後，他做啥都可以做成。第三個人物就是馬克思·列夫琴啊，他原來是 PayPal 的一個 CTO 啊，那麼後來呢做了那個 Affirm 就是金融科技啊反欺詐的一個系統。它的特點呢就是用技術來解決信任這種抽象的問題。當時 PayPal 啊這兩個人怎麼建立信任呢？他用算法，哎，用技術來解決這個抽象問題。並且我說一下，這個 PayPal 黑幫他們總體是靠技術，你技術不行，他們搞技術。這個技術呢，往往是很牛，哎，你想不到的方法，哎，他想到了。第四個就是大衛·薩克斯，啊，這原來也是一個 PayPal 的這個高管，後來他做什麼呢？做了一個叫 Yammer， 就是企業協作，還做了一個 Craft Ventures， 就是風投了。那麼它的特點呢，就是專注於企業軟件和內部效率，在這一塊，他又把它做成了一個風口。哎，就是他們這幫人呢，分管不同技術，有的敢於完全創新，有的敢於在他的關係領域他也創新。哎，你像 YouTube， 王叔現在幹的活的 YouTube 三人組，查理·赫利、史蒂夫·陳，哈哈，這幫人啊，陳思俊啊。他們把 YouTube 就做視頻做出來了，然後就賣給了谷歌，好吧？現在 YouTube 大家都知道啊，不用說了啊，是吧？所以說啊，他們往往有一個套路，什麼套路？就佔據一個極小的入口，然後形成一個全球頻團。靠什麼呢？靠技術，你不知道的技術，你沒掌握技術，你想不到的技術，哎，他們總能想到。那麼他們的投資體系的玩叔分析的就是，他們都是資本的一個延續。你像這個彼得·蒂爾，他自己是叫 Founders Fund 啊，就是創造者基金啊。霍夫曼呢是 Greylock 的一個合夥人，對不對？所以他們不僅創業，還系統性的複製了下一代的創業者。哎，這個厲害。所以這個下一代的創業者意味着什麼呢？為的是抓風口啊。就是假如王叔現在投資啊，未來投資個是10萬，那個一旦風口呢，10萬變成咔咔搞個100倍，不就是他媽的1000萬了嘛，對不對？這點很厲害，所以這是王叔研究他們的道理啊。那麼他們的方法論是什麼東西呢？就是這個 PayPal 黑幫他們的共性，他們的方法論什麼東西啊？所以呢，王叔以後也可以找一個 PayPal 2這個黑幫。就第一個呢，他們不追風口，他們不追。風口你再追就晚了，他們幾乎所有的成功項目都早期都看起來很怪、很小、很不性感。請注意啊，很怪、很小、很不性感，你看得不起眼。所以玩叔直到發現他們要做的事以後就要注意了，他們不輕易瞎做的啊。第二個呢，先壟斷再擴張。你像 PayPal， 先是壟斷了eBay的這個商家，再賣給eBay。Facebook 呢，先壟斷的是哈佛的校園。領英呢，哎，先壟斷的是高端的職場人群，他先壟斷一部分，然後再擴展全球。
第三個呢，王叔總結他們極端的重視這個創始人的控制權。哎，这個創始人呢一定要親身投入這個企業。你像那個馬斯克幹什麼他都親自投入。哎，他們普遍反對什麼呢？就職業經理人過早的入駐啊，早期主導不能靠職業經理人，靠着他們黑幫，並且股權呢不能稀釋太快了。哎，這是他們的一個達成的共識。第四個呢，他們這個結果啊服從這個迷率，他們知道呢10個項目創業項目啊9個失敗，但1個成功，那麼回報就可以覆蓋一切。所以王叔想到時候能不能也就是盡量找一個能夠看似成功的項目，哎，或者是資產配置投10個啊，成功1個就100倍啊。他們與這個剛才王叔講到了這個巴菲特他們那幫的這幫黑幫這個體系的根本差異在什麼地方呢？就對比我們之前前面講的這個包括本傑明價值投資啊、費雪的成長股啊、查理芒格的理性系統性啊、巴菲特的时間配置啊。那麼巴菲特呢配置已有世界的資本，而提尔這個 PayPal 黑幫呢，他們創造不存在的市場。這一點呢牛啊，哎，就是空手套白狼啊，這個特別適合王叔這個性格啊，空手套，哎，因為巴菲特關注什麼呢？巴菲特關注什麼值得長期持有，而彼得·提爾呢就問什麼原本不該存在，但一旦存在就無法被替代，哎，這個牛，哎，這個創造性我們覺得要多謝彼得·提爾了啊，所以呢。看來以後的投資啊，如何空手套白狼，就跟當年王叔做管理諮詢一樣的，我們空人去把他企業跟業績給他翻他1倍，是吧？這個就比較牛的錢就可以進來。所以 PayPal 黑幫的真正影響呢，不在於某一家具體公司，在於他們證明了一件事情：硅谷不是靠勤奮競爭成功的，兄弟們，不是靠當然科技也要靠啊，而是靠少數黑幫人非共識的判斷成功的。哎，你不幹我幹，他們不是模仿者，他們是模式的創造者，而模式也是王叔關心的，不管是什麼商業模式、營銷模式、服務模式、盈利模式，是吧？只要賺錢的模式啊，王叔都很上心。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這一點，什麼意思呢？王叔未來會着重研究彼得·蒂爾這個模式，哎，如何早點從0到1，哎，就是每年什麼能不能搞個100%、1倍，这100%这个是个增長，有可能啊。現在就是目前的理論框架有可能的。過去巴菲特呢，那只能20%收益，對不對？哎，20%現在王叔覺得應該是達到問題不大。那怎麼達到100%、1000%？咱們現在研究這個問題，好不好？也希望大家對投資感興趣的啊，對這個創業感興趣的哈，這個網友和王叔互動，分享你們這個投資經驗，如何早日讓王叔從0到100萬美金夢想成真，好不好？好，以上講的不對地方，請大家打在屏幕下方與王叔互動，謝謝大家。讓你能夠聽到我的心，什麼時候也能把我想起。